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英雄主义注定是悲剧的。你救了所有人，但所有人都恨你。1797年，约翰·亚当斯接过总统大印时，内心估计是崩溃的，因为他的前任叫华盛顿。这就像你是个新来的继父，而孩子们亲爹是那个刚刚拯救了世界的超人。你干得好，那是应该的；你干得不好，那就是不但无能，还长得丑。更要命的是，亚当斯这人性格上有个致命的缺点，他是个典型的技术型直男。他勤奋、博学、清廉，每天早起读书写日记，是个无可挑剔的道德模范。但他不懂混圈子，更不懂情绪价值。在那个政治级表演的舞台上，他那张永远严肃的脸写满了我很高贵，你们不配。而在他背后还站着一个阴魂不散的男人汉密尔顿。亚当斯是当时美国联邦党人，而汉密尔顿是联邦党的教父。他嫌弃亚当斯不够听话，非常的倔，因为他不喜欢搞党派之争，所以想在大选中搞暗箱操作，扶持其他人上位。结果玩脱了，导致亚当斯虽然当了总统，但副总统却是死对头杰斐逊。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则是民主共和党人，两人的政见是不合的。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是希望把美国建成一个没那么多规矩的田园牧歌式天堂，政府不要管那么多，是亲法派。而联邦党的理想是要打造机器轰迷，中央集权的工业帝国，搞金融，搞贸易，是亲英派。在一个只有20岁的年轻国家里，倔强又孤独的总统亚当斯就在这疯狂的拉扯中，试图维持车辆的平衡，直到被甩出车外。内斗还没理清楚，外面的麻烦也是源源不断。当时的法国还在闹革命，拿破仑虽然还没完全掌权，但法国人已经穷疯了，他们看美国不顺眼。当年我帮你打英国，现在你跟英国人眉来眼去签协议条约，你个渣男不得好死。于是法国人开始在大海上抢劫美国商船。亚当斯不想打仗，毕竟美国当时那点海军给法国塞牙缝都不够。他派了3个特使去巴黎求和，结果法国外长塔列朗根本不见人，派了3个小喽啰来传话，想谈判，先拿25万美元红包来，再借给法国政府1000万贷款，否则免谈。美国特使平格尼当场炸毛，留下了一句硬气话：我连根毛都不给你。消息传回国内，美国老百姓炸了，一种被羞辱的愤怒席卷了全国，大家高喊着宁可花几百万造军舰，也不给法国人1分钱。战争的机器开始轰鸣了。此时最兴奋的就是联邦党人，因为他们是亲英派，又是倡导中央集权，对他们来说，战争是最好的生意。一打仗就能扩军，一扩军，权力就能集中，权力一集中，就能彻底碾压杰斐逊那帮整天想搞田园生活的人。联邦党人的逻辑是，如今优势在我，大家都在喊打喊杀，既然大家这么爱国，那我们不如趁机把那个碍手碍脚的民主共和党彻底弄死，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让你还田园生活。于是他们在国会里疯狂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在政治上叫清洗异己，在人品上叫玩不起。首先出场的是克己法，当时的美国有很多新移民，这帮人那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穷得叮当响，所以他们天然就是杰斐逊的铁粉。联邦党人一琢磨，我干不过杰斐逊，是因为这帮穷鬼移民给他投票，于是以前住满5年就能当美国公民可以投票，现在改成14年，等你排到了，黄花菜都凉了。同时总统觉得哪个外国人危险，不用经过法院审判，可以直接驱逐出境，这招叫物理消灭票仓。回到总统亚当斯，此时的他坐在火山口上，如果不打仗，民众骂他软蛋，老百姓只要听到亚当斯说一句开战，立马就会把他捧成第2个华盛顿。可是亚当斯很清楚，美国还是个孩子，经不起折腾，一旦开战，刚刚建立的共和大厦就会崩塌。他这个行为就是在打联邦党教父汉密尔顿的脸。于是汉密尔顿直接将亚当斯给架空。当时的总统内阁成员实际上全是汉密尔顿的人，因为他们都是联邦党的。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个平时看起来并不强硬的亚当斯突然暴走，对内阁进行一次大清洗。这是美国历史上总统第1次大规模清洗内阁。既然你们想绑架我发动战争，那我就把你们全踢下去，方向盘我自己掌。清除了内阁后，亚当斯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事。1800年，强行派人去法国找拿破仑谈判，签下了法美和平协定。好消息是，所有的战争乌云在一夜之间散去，美国的孩子们不用去战场送死了，商人们可以继续做生意了。但亚当斯完了，因为这次求和，激进的联邦党人彻底抛弃了他。他们在1800年大选中故意捣乱，最终导致亚当斯惨败给杰斐逊。他输掉了连任，输掉了权力，甚至输掉了在当时的名声。当他离开白宫的那一刻，他是一个被党派唾弃、被民众鄙视的失败者。但这男人从不后悔。多年以后，这位倔强的老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这一生做过的最伟大的事，就是我哪怕为此牺牲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把和平带给我的国家。1801年3月4日，那是继任者杰斐逊的就职典礼。按理说，作为前任，亚当斯应该大度一点，站在台上跟新总统握个手，搞个权力交接仪式，展示一下民主的风度。但亚当斯是啥脾气？那是美利坚和郑国第一倔驴。于是就在典礼当天的凌晨4点，天还没亮，华盛顿特区还是一片漆黑。76岁的亚当斯气鼓鼓地钻进了一辆公共马车，趁着夜色像个逃犯一样溜了。回到了老家昆西，亚当斯从总统变回了农夫。那时候的美国总统不像现在这种货色，退休了也没什么千万美元的演讲费。亚当斯也不是大富豪，他得靠地里的收成过日子。
这老头每天穿着粗布衣服在田里挑大粪除草，他虽然输了，但心里那个憋屈，天天在日记里信里骂人，骂汉密尔顿不是人，骂杰斐逊是骗子，骂富兰克林是老滑头。此时的亚当斯就像个被全世界辜负了的怨妇，浑身都是刺。但有2个人慢慢治愈了他，一个是他妻子，另一个则是美国日后的第6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也就是他的儿子，不过跟他老爹一样，只干了1届。1812年，此时的亚当斯已经77岁了，汉密尔顿早就在决斗中挂了，杰斐逊也早就退休回老家了。当年的恩恩怨怨，这时候看来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在一位共同好友的撮合下，亚当斯别别扭扭的拿起了笔，给杰斐逊写了封信。这一写就收不住了，2个加起来快160岁的老头，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笔友关系。后来的14年里，他们通了158封信。他们在信里聊当年怎么起草独立宣言，聊怎么看法理，聊宗教，聊哲学，当然也吵架。亚当斯还是那个直肠子，杰斐逊还是那个喜欢绕弯子的文人。亚当斯写道：杰斐逊先生，你我都不该为这身后的名声而活，那些都是泡沫。这2个曾经恨不得弄死对方的政敌，在人生的黄昏，他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理解自己那个孤独灵魂的，竟然只有对方。时间来到了1826年7月4日，这一天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50周年的纪念日。此时90岁的亚当斯躺在病床上，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窗外传来了庆祝国庆的礼炮声。亚当斯迷迷糊糊的醒来，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句话：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在他心里，只要那个老冤家、老朋友还活着，那个属于开国元勋的时代就没有结束。就在同一天，仅仅比他早几个小时，在几百公里外的弗吉尼亚，83岁的托马斯·杰斐逊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上帝仿佛是个追求完美的强迫症患者，他在独立宣言50周岁生日的这一天，同时带走了这2位独立宣言的起草者，2位对立党派的领袖，2位相爱相杀一辈子的兄弟，一个由理想主义者亲手缔造的国家，并为之争吵、奋斗、流血。年轻的他们曾经狂妄地向所有的旧秩序大喊一声：我来了，我要按照我的方式重新定义这个世界。